上回说到，草帽团集体迎战七武海暴君熊，同样是七武海级别，暴君熊比莫利亚棘手数倍，交起手来根本毫无胜算。本来在与莫利亚大战中就已经伤痕累累的草帽团被暴君熊打个团灭。就在暴君熊伸手要带走路飞的时候，索隆跌跌撞撞的站起来，以自己的生命为交换，恳求暴君熊放过路飞。暴君熊答应了索隆的请求，作为交换条件，索隆要承受路飞在此次大战中所受到的所有的伤害和疲惫。索隆英勇无畏，欣然赴死，终于得到暴君熊的认可。就在草帽团与暴君熊大战的时候，隐形人阿萨姆和变态医生霍古巴克已经偷偷着手准备出逃了。阿萨姆利用隐形能力与霍古巴克一起带着晕倒的莫利亚潜出了恐怖的三鬼帆船，感叹生活真美好，大海真广阔。这样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的日子，为什么暴君熊那种家伙要跑过来捣蛋？霍古巴克拿着当日头版头条报纸，暴君熊此次前来，除了应对莫利亚战败的收尾工作，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向莫利亚传达关于前任王下七武海克洛克达尔继任者的事情。这种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王下七武海倒下了，总会选出继任者继续他的工作。只不过那个人做的事情让人大为震惊，他亲手将四皇白胡子海贼团的二番队队长火拳艾斯送进了推进城大监狱，这可是震惊世界的大事情。根据目前世界局势来看，艾斯入狱很有可能会引起颠覆时代的大事件。阿萨姆表示，这些我都不关心，什么世界格局，什么四皇，什么七武海，跟我有关系吗？我只想解决我自己的人生大事，先找个老婆一起洞房花烛。霍古巴克说，这有什么难的？世界上坟地那么多，你说看上谁家过世的小姐了，咱们把她尸体挖出来就行了。阿萨姆大骂，别再搞冥婚了行吗？我想找个活着的正常女人。草帽团经过大战之后，整整睡了一整天才恢复精神。路飞嚷嚷着吃饭，娜美沉浸在财宝堆中无法自拔。不知是谁这么好心，运送了大量的财宝和食物到桑吉号上。这一下，本来穷得叮当响的草帽团摇身一变，变成了大财阀。只有娜美知道，那个叫佩罗纳的家伙作茧自缚，本想偷走桑吉号带着一船的财宝和食物连夜出逃，结果竟给敌人免费服务，自己1毛钱没捞到。路飞和乌索普好奇地围在财宝堆里，路飞随手拿起一个玻璃的护臂戴在胳膊上，因为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娜美也没有在意。不过对共同作战的罗拉海贼团，娜美一个财宝碎片也不肯让。罗拉表示没关系，恩人的东西他们是不会索要的。说起来很奇怪，罗拉虽然和娜美没有任何交集，但总觉得和她似曾相识，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娜美愣了一下，对了，你叫罗拉吧？乌索普恍然大悟，是那个野猪。娜美扑到罗拉的怀里，罗拉一脸懵逼。娜美开开心心的拿出一部分财宝分给了罗拉。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等一下再细细讲给你好了。对于罗拉来说，草帽团是帮助他们找回影子的恩人，而对于娜美来说，罗拉是她的救命恩人。罗拉看着手中的财宝瞪大了眼睛，乌索普和路飞更惊讶，娜美居然会把财宝分给别人。完了，这个世界颠倒了，如果不是暴风雨要来了，那一定就是世界末日要来了。山治做好了饭，和弗兰奇、路飞一起将饭送到了岛上的废墟之中。因为索隆身体虚弱，昏迷不醒，就地休息在这里，由乔巴和罗宾负责照看。路飞很担心索隆的情况，乔巴告诉路飞，第一次看到索隆伤得这么重，简直是性命攸关。看来在他们昏迷的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那个大熊一样的男人也不会这么轻易离开的。罗拉的2个船员 A 和 B 围过去，七嘴八舌嚷嚷着他们知道事情的经过，因为当时他们躲在暗处，没有被爆炸波及到，偷偷将整件事的经过从头看到尾。山治在路飞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把2个小老弟拽在外面，向他们仔细询问自己晕倒后发生的事情。2个小老弟把索隆主动现身，吸收在路飞身上所有伤害的这些事情一五一十说了出来，中间不忘绘声绘色的加一点自己的措辞。山治听完默默吸了一口烟，原来如此，所以路飞才一点事都没有，而索隆那个家伙变成了那个样子。山治想到自己醒来的时候，看到索隆浑身是血的站在原地的那副模样，他焦急地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而索隆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平淡如水地说道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虽然狼狈，但却勇猛又男人。2个小老弟嚷嚷着要把索隆的光荣事迹告诉给众人，山治却在背后将2人叫住，你们2个别那么不知好歹，那个家伙不是为了卖这个人情才这么拼命的，特别是路飞，如果知道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伤害了同伴，他会是什么感受呢？2个小老弟憋得十分难受，难得有一次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的机会，这种大事情难道都不能说吗？山治双手插在兜里，酷酷地说道，大家没事最重要，这就够了，走吃饭去。2个小老弟看着山治离去的背影，感叹一声真酷啊。3人的对话被罗宾用能力偷听得清清楚楚，整个事情的经过草帽团中就只有罗宾、山治和索隆本人知晓。3人都不约而同地决定将此事隐瞒下来。2人走进破损的宅邸中，路飞追问2人到底知道些什么，2人试图学着山治摆出一副酷酷的样子，别问这么不知好歹的问题，大家没事才最重要。路飞懵了，为什么他们明明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自己却感觉如此的油腻？宴会之中，路飞搬了一大桶酒来到索隆身边，索隆最喜欢喝酒，喝了就恢复了。乔巴吓得赶紧阻止路飞，
布鲁克进行演奏钢琴曲一首，山治感叹道：“这玩意儿还怪好听的嘞。”布鲁克得意地说道：“所有的乐器我都会啊。”话说回来，其实我也看到了，我被你们2个人的行为打动了，有同伴真好啊。山治摇摇头，别说什么2人了，我只不过表现了愚蠢而已。布鲁克用空洞且带柔情的双眼看向山治，不，你也有相同的觉悟，要听一曲吗？只要你想点。山治刚开口，布鲁克的手指骨已经敲在了钢琴的按键上。下面一首宾克斯的美酒送给在座的各位。路飞趴在钢琴上听得入迷。布鲁克呀，我知道这首歌，香可斯他们唱过。布鲁克回应道：“以前的海贼们都会唱这首歌，不论是悲伤的时候还是快乐的时候。”路飞一脸天真的看着布鲁克，我说：“你呀，会成为我们的同伴，对吧？影子也回来了，可以在波光粼粼的海上自由航行了呢。”布鲁克低声说道：“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没有说，我和同伴们有一个约定，要先完成那个约定，不然我就不是男子汉了。”路飞笑道：“是拉布的事情吧？我从弗兰基那里听说了，我们在双德海家看到拉布了。真的，我们知道拉布在那里等待了50年，一直等着同伴们归来。当得知他等待的海豚的幸存者竟然是你的时候，真是惊讶。而且你还记得约定，拉布知道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布鲁克惊呆了，所有的事情都这么唐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缘分吧。明明已经过去了50年，拉布还在双德海家等着我们呢。山治和乌索普走过来，我们是证人，的确见到过拉布。布鲁克哽咽道：“他精神吗？”乌索普回道：“特别精神。”山治一脸慈祥，精神的像小山一样，美丽号的羊头都被他撞飞了。布鲁克带着哭腔喃喃自语：“与我们分别时，他还只有小船这么大，非常可爱。虽然有点不听话，是个喜欢音乐的好孩子。现在我脑海中还能浮现出他的样子。”布鲁克停下钢琴，掩面痛哭：“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拉布呀，如果说你等待了50年，能不能再多等2年呢？我也有着海贼的志气，我会遵守约定，从正面与你再次相见。”布鲁克从头盖骨里拿出一个阴背，里面收录着布鲁克和以前的伙伴们伦巴海贼团最后的大合唱。在这暗无天日的迷雾之海，独自一人漂泊的这50年，布鲁克不知反复听了多少遍。在空无一人的大海上漂泊，唯有这里面的歌曲能让自己感受到除自己以外的生命。今天终于可以将这个阴背封印起来了。煽情完毕，布鲁克掀开自己的头盖骨，将阴背丢了进去。布鲁克再次抚琴奏曲，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能活着真的太好了，所有一切的痛苦都为了今天的相聚。路飞先生，我可以做你们的伙伴吗？路飞躺在钢琴上，轻松地说道：“你走。”至此，布鲁克终于结束了50年的漫长孤独。有伙伴真的太好了。布鲁克掏出一张通缉令，那是唯一能让自己记得自己样貌的证据。布鲁克将通缉令郑重地放在地上，单膝跪地，庄重严肃地说道：“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死的只剩骨头的布鲁克，是一名通缉犯，江湖人称鼻哥布鲁克，悬赏金3300万贝利。以前在某个王国担任护卫战团团长。”之后担任伦巴海贼团代理船长、音乐家，兼任剑士。从今天起，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草帽路飞船长。为了不拖累大家，我会披上骨头，好好努力的。路飞举起酒杯，兄弟们，为了新加入的伙伴，干杯吧！2日后，乔巴、乌索普和弗兰奇为布鲁克的前任伙伴们建造了一座气派的坟墓。毕竟不能将这么多的尸骨都带上桑尼号带走，那不成灵船了。根据布鲁克本人所说，这一艘巨型海贼船恐怖的3块帆船是他们的故乡西海漂泊过来的岛屿。如果自己的伙伴们能葬在这片故乡的土地上，也算是安息了。布鲁克道了谢，自己一个人坐下来，以小提琴曲宾克斯的美酒缅怀自己从前的伙伴们。索隆轻轻走过来，将已经死去的血走立在墓碑前进行吊唁。布鲁克看着索隆棱角分明的侧脸，想起他在七武海暴君熊前英勇无畏的行动，心中大为敬佩。布鲁克侧过头，话题一转：“对了，我已经加入你们一伙了。”索隆笑了笑：“那你的运气可真差，我们这一伙可是很麻烦的。”伙伴们重新聚集，出航的时候也到了。弗兰奇重新修复了布鲁克留下的海贼船，留给罗拉一伙人出海使用。罗拉对弗兰奇崇拜又感激，对这种大恩无法言谢的恩人，唯有以身相许才能报答他的恩情了。弗兰奇梳了梳自己的飞机头，潇洒地说道：“虽然你有几分姿色，但是我太超级了，我们合不来。”罗拉船员们对草帽团依依不舍，请求他们留下来再开上几天宴会。路飞果断地回绝了他们，因为下一站是所有人都期盼已久的渔人岛。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赶过去一探究竟才行。布鲁克默默说道：“可以看一下人鱼小姐的内裤吗？”罗拉船上的小老弟立即反驳了布鲁克：“别说傻话了，人鱼小姐都是不穿内裤的。”布鲁克和山治立即鼻血狂喷。传说人鱼的美丽，连海贼女帝汉库克都自愧不如。布鲁克等人欢呼雀跃，兴奋不已。罗宾一脸疑惑：“人鱼下半身不是鱼吗？这有什么好兴奋的？”乌索普很疑惑：“你们怎么对渔人岛这么了解？”罗拉小老弟自信地说道：“
3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路过渔人岛啊，那里简直太棒了！男人的天堂，是探索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好地方。那没惊了，罗拉，你们去过新世界？罗拉轻松地说：“不是去过，我们的家乡就在新世界。我的妈妈是个海贼。”说到这里，罗拉掏出一张白纸，撕成2半，其中一张递给了娜美。罗拉船上小兄弟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尖叫道：“罗拉的妈妈是个很厉害的海贼，好好留着她的生命卡，以后一定会派上大用场的。”所谓生命卡是一种只有在新世界才有的特别纸张，不怕水也不怕火，把自己的指甲拿到店里去制作出来的东西，把它撕开，留给自己要分别的亲人或者朋友。分别的卡片，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会相互吸引，随时随地都可以知道卡片主人的位置。罗拉在送给娜美的生命卡上签了字，告诉路飞等人，有一天如果有需要，可以拿着生命卡去找他的妈妈就可以了。那时候可以代替他告诉他妈妈自己过得很好。路飞突然想起来，在阿拉巴斯坦的时候，自己的哥哥艾斯也送给过自己一张这样的白纸。路飞拿下帽子，从里面掏出艾斯生命卡。奇怪的是，卡片有烧焦的痕迹，形状也变小了。罗拉脸色大变，告诉路飞等人，生命卡也揭示着主人的生命力。这张生命卡代表他的主人的生命正在慢慢消失。虽然很担心，但路飞还是决定继续前行。艾斯有他的冒险，他一定不希望自己看到他软弱的样子。要见他，就等他恢复健康的时候再说吧。